爹，这事可是被胡以良逼迫的。你爹是那种被人逼一逼就没有脊梁骨的人吗？我现在想的是啊，都是为了我们李府。自打郡主进入家门，我们李府势头日盛，多少羡慕嫉妒的眼睛在盯着我们李府，盼望出事儿呢。所以啊，我现在想，我们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做一些利民的事情，也好堵住悠悠之口啊。哎呀，那怎么又是我们李家来出这份银子啊？我现在想的事情都是为了我们李府好。可是李伯伯，之前操办喜宴，账面上的银子已经所剩无几了。若是此次活动的费用全部由李家承担，那恐怕是要变卖一部分家产才能撑住这个门面。那可不行啊！哎呀，老爷，你呀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跟你说，就这一场赛事，什么吃穿用度啊，什么杂物器皿啊，随随便便挑出一件，那都要用真金白银去买的。要说以前嘛，办个1场2场的赛事，李家也不至于伤筋动骨啊。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咱们家不是迎娶了一位新媳妇，这开销一下子多了那么些，那这平日过日子可不得紧衣缩食吗？娘，这不就是一场节日赛事吗？能花去多少银钱呢？这父亲，以往这秉州的大小节日都是李家出资吗？啊，有过几回。那事后百姓可念您的好？这个嘛，老百姓只知道我们李家财大气粗，诸如亲政怜悯、一心为民这样的褒奖，都是那知府大人的功劳。哎呀，要不是你设计我被招安，这如今我怎会总被那老狐狸算计？都是你呀！招安又是怎么回事啊？要说起招安这个事情啊，说起来话可就长了。大人，山上匪寇顽抗，一时难以攻克。我方人马在围剿时又遇到陷阱埋伏，致数百人伤亡，剩下的将士们也被逼退至山脚，无计可施啊！增兵，继续增兵。是。怎么是你？自然是有要事找胡大人密谈了。笑话，我跟你有什么好谈的？这前后增兵4次，结果连个半山腰都攻不下来，很头疼吧？你们这山上物资很紧缺吧？如果是要打持久战的话，你们早晚要弃械投降吧？这弃械投降又如何呢？就凭我父子2人的本事，就算今天这山头被你们占了，我们可以另找山头东山再起啊！你这大半夜的，到底要干什么？我想找胡大人谈兵牌。当年呢，他和那个胡一良背着我唱了一段双簧，他假意啊被人当作人质，所以我为了保全他，才向朝廷招安的。爹，这事实也证明了，我当日所作所为实乃明智之举。占山为王固然是威风，为朝廷效力才是对我们李家更好的选择。谦哥哥所言极是，这谦哥哥有胸怀，有志向。若是一辈子待在山里，那岂不是埋没了谦哥哥的抱负？罢了，以前的事情不说也罢。但是这一回我告诉你们，我们李家呀，必须得出这个钱了。老爷，老爷，行了，别气，这事儿啊也不是没有解决的法子。你想啊，账房虽然支不出钱，可是
咱们家这位郡主，那嫁妆可是极为丰厚啊。再说了，咱们现在关上门都是一家人了，出了这事儿，郡主也不好坐视不理，对吧？娘，哎，你别闹了，你怎么能打人家郡主嫁妆的主意呢？父亲，我愿意拨一份嫁妆来解燃眉之急。这就太好了。这事儿要传出去的话，我李长青这老脸往哪儿放啊？就是啊，郡主本来就是下嫁，再这么下去，我们必定落人口实了。好，看看你们这父子俩，一个不乐意，一个不行的。那好啊，那你们呀就自己变卖家产充门面好了。要实在不行的话，我倒是有另外一个办法。郡主还有什么主意？说来听听啊。父亲您在秉州多年，应该对秉州那些商贾知之甚详。各州府道县呢，向来也不缺那些愿意出资做善事的乡绅富户。父亲您这样，您就根据秉州的实际情况，把那些商贾的名单给我一份，我帮您解决。可以试一试。更深路重，小心照亮。怎么样？名册做的还详细吗？如果有纰漏的话，我让人重新做一份。很仔细，够用了。你这好不容易轮休几日，就赶紧去休息吧。府里的事情交给我就行了。我家的烂摊子，却要你来收拾。不管是为人父还是为人子，我都不得不过问。这府中账面亏空，我也得负一部分责任。早知道这次婚宴花费这么多银子，当初就不应该。从你嫁与我那天起，我便是亏欠你太多，为你花费这点小钱，又算得了什么呢？哎呀，夜深了，你赶紧去睡吧，别打扰我看名册。不行，我今天想陪你一块儿看。你在这儿我看不进去。那就都别看了，我直接讲给你听。这些名册里面，其实我多多少少都有些了解，有什么问题吗？我可以直接讲给你听。这个胡以良虽然心眼极多，但确实是一个为百姓做事的好官。公公之所以接下这份差事，也无非就是因为嫁娶花费甚多，太过招摇，想散点钱财，图个好名声。那这一个为名，一个为义，棘手的就是谁来出这个银子。这放眼秉州商界，为名为义者不胜枚举，只要给他们提供一个合适的机会，我相信这件事情并不难办。所以你想从名册中选出愿意出银子的人？你这么聪明，我怎么能坐享其成呢？这件事情，我想办法从中周旋。这园子在我手里废了多年了，也没什么进账。我手里有好几处产业，这废园子不看也罢。这园子啊，我买了。谢谢大小姐。大小姐，那我就先告退了。大小姐的眼光就是毒辣，只用了市面上3、4成的价格，便盘下了此处园子。只要懂得观瞻未来，就能把握良机。这良机呀，就快来了。郡主多福，快请免礼。这又不是在都城，不需要这么多规矩的。早就听闻秉州董大小姐在生意场上是一把好手，今日见到本尊，还真是名不虚传。不过是外面那些人说的玩笑话罢了。还不快把东西给我送上来！这些是果蔬，不值什么，就是图一个口味新鲜。还请郡主
不要嫌弃才是啊。这个季节应该很难吃到这么新鲜的果蔬吧？暖棚温度适中，利于果蔬生长。今年收成不错，便挨家挨户送了一些。哎，那这些果蔬容易保存吗？我想派人送点去宫里。时日一长，口感难免有所影响。不如你就做这个生意吧，到时候去都城立个店，说不定生意做好了，宫里还能吃上这些。郡主英明，我此前正有这样的想法，无奈我在皇宫里认识的人实在太少，若非小李大人从中引荐，恐怕我连郡主的面都见不到呢。如果你真的想这样做的话，我倒是可以从中帮忙的。如此，便多谢郡主了。夫君，这董珊瑚你了解多少？我与行商往来不多，但对董家大小姐还是有所耳闻。据说她3岁学珠算，7岁上柜台盘点货物，不到13岁就接管商行，如今还将这商行开到都城。这整个锦西地界啊，她的产业几乎无处不在。之前你托我给母亲买的那个净莲泥，她就是这个玉泥坊的老板。你们这锦西还真是不乏奇女子啊！我们锦西一带民风开化，从商的女子倒是不在少数。那她这般家大业大的，见过的大人物可多了，恐怕我都排不上号。你可是鼎鼎大名的迦南郡主，谁不想跟你攀攀关系啊？行了，别逗我了。我今天还不便跟他提土地蛋的事情，等下次我去他店里，再会会他吧。嗯，也好。报价，看看。去，把上个月的毛利重算一次。随便选。恭迎郡主大驾。恭迎郡主。免礼免礼，我就是路过，知道这是你的店铺，进来看看。来人，给郡主看茶。是。郡主，这边请，随便看看。我看你这店里怎么都是女儿家呀？郡主有所不知，在我们店铺里的人，有的自小流浪，有的因战乱失去了庇护之所，总不能都指望去找一个好夫家吧？不如给他们一处生计，让他们也好自己养活自己。都说从商者鄙，可是我看董小姐你德才兼备，是为百姓树立了好榜样，承蒙郡主夸赞。哎呀，我这也没什么能帮得上忙的，这以后李府但凡是需要的，你这董氏商行有的都从你这儿买，也算是我为这些个女孩做一些事情。谢郡主。将来郡主有任何地方需要帮忙的，我董珊瑚在所不辞。我这还真有一件事情，你知道月末要办土地诞辰啊？知道。哎呀，好呀！郡主啊，你可是帮我解了燃眉之急，可算是我李家的大功臣呐。父亲您客气了，李家的事情就是保您的事情。李伯伯，董氏一门以经商致富，这她虽然身为女子，做生意的手段呀，却比男子还要精明利落。想从她手中讨一些便宜，我觉得并非易事。郡主，我劝你啊，还是要小心一些，莫为了一时的利益，搭上了李家的名声。高小姐，你多虑了。董小姐呢，自然是有盘算的，可我们又何尝不是有所求呢？对于董家能够借机扩大商誉，我们李家也能借此为百姓做一件好事，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郡主所言甚是，此事办得再漂亮不过了。这位董小姐倒是个人物，这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被她处理得周周到到，井井有条的。先前还以为蹴鞠只在都城盛行，没想到在这秉州也极为盛行。郡主，你看，
赛场上的红队选手都是骏马在军中的同袍，黑队呢则是平民好手组成的队伍。夫君要是不带这么多同袍来，也没有这么多人看比赛。这董小姐嘛，自然也不愿意出资了。是，骏马总是在背后默默付出，郡主可得多体贴点才行。就你知道讨好，被收买了是吧？郡主，今天这场面您可还满意？董小姐费了不少心思吧？这军民同乐，一片喜气，赛事办得这么隆重，恐怕这秉州的官员百姓都得念你一声好。快别夸我，谁念我的好我都无所谓，只要郡主念我的好就够了。哎，可真是。先前还以为你能成为李家大少奶奶呢，哎呀，物是人非呀，没想到这位置给别人占了去。庄夫人折煞我了，有些话呀，不能乱说。哎，怎么不见你家那只大花孔雀呢？夫人最不耐烦参加这样的场合，提前几日便对外称病。李伯伯知道她的秉性，便由她去了。我看她是没脸见人吧，自己的女儿养成那样，这外人谁不在背后唠叨两句呀？那李冬至跟我家芙蓉一般年纪，能不能嫁得出去，还真不好说啊。这是公子让我转交给郡主的，请郡主过目。阿宁，夫君且拥护。李倩，快点儿！秦客，准备一下笔墨纸砚，我给夫君回个话。是。郡主和李大人之间的感情可真好。好，贴得好，公子。调戏郡主，该当何罪？怕你无聊，逗你开心。小暖。比赛精彩，我怎会无聊？不知胜负如何，相公可有自信取胜？接上！兄弟们，今天把你们的看家本事都拿出来，别在这么多人面前丢了面子。郡主可说了啊，赢了比赛，重重有赏。既然全民同乐，我也下去试一试。好。
凡事都以我争的这副嘴脸。我从未与你抢过任何东西，我所拿到的都是我应得的。应得的？从别人手里抢来的东西，迟早要归还的。如果一开始就注定不是你的，你强求也无用。兄弟们，拿出你们真正的实力，别让大伙觉得我们玄甲营没本事。接着！这靖海侯世子与郡主，太皇太后啊，曾经将迦南郡主赐婚给了靖海侯世子，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这桩亲事就被搅黄了。哎呀，这李大人条件虽然不错，但跟靖海侯世子比起来，的确是差了些。难道说，迦南郡主下嫁李家，是因为在陛下那儿失了宠，所以这和靖海侯府的婚礼才取消的？庄夫人的大伯子是汪首府的得意门生，秉州地界的夫人小姐们都不敢轻易得罪。没想到这郡主啊，做事如此放荡不羁，还由着靖海侯世子做出这么惊人的行为。千哥哥，庄夫人，整个穆安国，人人都知道迦南郡主是太皇太后的命根子。你刚刚那番话，若是传到太皇太后耳中，怕是会给庄家带来横祸。庄夫人，我劝你从今往后谨言慎行，勿传是非。你说说这像什么话？我不过就是在家称病了一日，他竟然闹出这么多是是非非啊！这迦南郡主就算是下嫁，也不能太不拿我们李家当回事啊！再说了，现在外面都说什么？说迦南郡主和靖海侯世子不亲不楚，眉来眼去，他自己不要名声，我们李家还有名声呢。哎呀，夫人，您消消气，都是传言而已，怎么能当真呢？这外面的人就是嫉妒咱们李家得穆圣恩，所以才这样说的。这郡主啊，身份尊贵，冰清玉洁，我相信她不会做出对不起李家的事的。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郡主她要真是行得正坐得直，用得着别人背后这么编排她吗？不知府里发生何事，惹得母亲如此大动肝火。郡主，您也莫怪，夫人也是听信了谣言，所以才会对您产生误解。这外面的人没事就喜欢胡说八道，他们坐在一起最大的乐趣不就是嚼舌根吗？其实啊，我和夫人是愿意相信你的。那我倒是想听听，到底什么样的传言惹得母亲对我误会至深？郡主啊，你要懂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不管你以前身份有多尊贵，现在好歹嫁进我们李家，你就得守规矩啊！怎么还能跟别的男人不清不楚？这像话吗？夫人，您可不能侮辱我们家郡主的名声。侮辱？你们家郡主光天化日之下都收了人家定情信物了，你还在这抵赖呢？什么定情信物啊？这满大院的人都传疯了，你怎么还不承认呢？我没收什么定情信物啊。要不，去我屋里搜搜？好啊，你打的我不敢去啊。走，跟我去西跨院。夫人，您这样做，要是李伯伯和千哥哥知道了，怕是不好交代的。他们找我要交代，我找谁要交代啊？现在我都成了大家嘴里的笑柄了，都是我们李家娶了一个不检点的祖宗回来。哎，夫人，没事儿。
夫人，这靖海侯世子的随身玉佩，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快些闭嘴！郡主面前胡说些什么？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话好说？这块玉佩是我从小就带在身边的护身符，就当做成婚礼物，赠与郡主。那不行，这太贵重了。郡主，秦客，郡主，张笑，我与郡主的内侍，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热闹了？这郡主摆放首饰的妆奁，谁允许你碰的？千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这田嬷嬷刚才从屋里搜出来了外人送给你娘子的定情信物，你还不知道呢。这枚玉佩是靖海侯世子送给我和宝宁的成亲礼，宝宁本欲拒绝，是我觉得想图个吉利，便留了下来。有什么问题吗？倒是你们这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来污蔑郡主，郡主没有放在心上，该当是郡主的大过。母亲，你就这般错怪郡主？要是郡主仗势降罪于你，便是爹爹来求也没用啊！没有，我之所以有这样的猜测，主要是家里那些下人。这李家攀升快，树敌多，外面那些人为了打压我们，无中生有、暗度陈仓的事情没少做。母亲，您真想让这捕风捉影之事破坏掉家中的和睦吗？千哥哥，我也是一直劝夫人稍安勿躁来着。既然今日之事已真相大白，相同的闹剧就不必再发生第二次。我们家郡主也累了，秦客，带我和郡主送夫人回去吧。是。还有，从今往后，未经宝宁的允许，任何闲杂人等，不得再跨入西跨院半步。你尝尝这个，尝尝。喝口茶。我给你表演一个，你看这个笔，这个，哎呀，再看这个啊，你再这样我走了。我真走了。哎呀，夫君，你别气了，我也不知道一个玉佩能惹出这么多事端，
我当时就没想着要接受那个玉佩，可是那赵潇根本不给我拒绝的机会，他塞给我他就走了。那我就想着日后我再找机会还给他，这不想着想着就忘了。我跟他真的清清白白，没有瓜葛。我信。那你还生气？我就是气，气你不早点告诉我。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我一不小心就给忘了。忘了？这倒是忘得挺好的啊。不气啦？我气。你怎么又气了？我是气我自己对你保护的不够到位，害你受委屈了。只要你相信我就够了。大王子，三军交汇，万事俱备，传令下去，2日之后正式发兵。大王子，王上一直主张和平，又与穆安国即将签订盟约。若大王子此时出兵，王上他现在都病入膏肓了，哪管得了我啊？从今往后我说了算。这永庆国就是本王的天下。再说了，我父王的约定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次我要把李谦给我的屈辱连本带利的拿回来。老爷，不好了，边关军情告急。现在外面都在传，是咱们偷了老爷的军报。该来的到底还是来了。若是查不出军报的下落，我送你们所有的人都去吃牢饭。李伯伯，这些人在府中服侍多年，从未出过任何纰漏。您案头的军报丢失，说不定是另有原因。那若不是这帮人，还会有什么原因呢？就算这些人手脚不干净，他们要偷的也是偷金银玉器这些身外之物。斗大的字他们都不识几个，窃取军报对他们也没什么用啊。小姐说的是，我们冤枉啊！大人，我们伺候大人这些年，都是李家的家生子，怎敢做出背主之事？还请大人明察。那这些日，可有不寻常之人在府中走动？前几日，为了庆祝土地诞，郡主倒是经常出没于书房。以往府中从未丢过军报，为何这郡主一嫁进来就丢了军报了？李伯伯，这秉州城是抗击永庆国的先锋，郡主嘛，毕竟是皇室之人，这陛下又多疑。若是派亲近之人来督察各方官员，尤其是武力部署，也未可知。高小姐，有些话呢，最好斟酌一番，再决定说与不说。郡主，你怎么来了？我要是再不来，怕就要被人扣上一个偷盗之名了。郡主，我也不是要猜忌你，可是李伯伯桌案上的公文，都是一些机密文件，这无缘无故丢失了几份，万一落到敌人手中，将要酿成大祸。我寻思着，前几日你不是为了土地诞频繁走动李伯伯书房吗？所以才有了这想法。你千万不要多想啊，郡主，我没有别的意思的。父亲，您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家里出了内鬼，此事必须要严查。说到内鬼，有些事情呢，确实该摆到台面上来说一说了。父亲，你是否愿意花些时间了解一下府里的近况？你这话什么意思？父亲，你可曾有想过，为何你们刚在书房说的话，人都还没走，就已经传到我耳朵里了？马厩当差的刘大可在？在。小人在。刘大，22岁，入府5年，任马厩管事一职，负责府中马匹的洗涮和喂养。在未经主人允许的情况下，活动范围仅限门房与马厩两地。你可认同？小人认同。4月18日法兰寺庙会，老爷与夫人去寺中上香，未在家中。辰时一刻，未经允许入主宅，与负责洒扫的交信在院中笑闹，时序时长为半炷香。花房使女春妮，4月25未时1刻。郡主，宣读完毕。哎，这什么意思啊？秦客刚刚说的，想必父亲、母亲以及在场的各位都了然于心了。俗话说得好，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家里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小朝堂，凡事都得有个戒律。无论是马厩的差役、洒扫的婢女，还是厨房的嬷嬷，在其位谋其职，都得严格遵守府里的规矩。就拿父亲书房失窃一事来说，只要是府里的仆役，随便谁都可以进去，那么出了问题找谁呢？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就应该把规矩立在那里，出了问题呢就找管事的人。这管事的一旦意识到了自身的责任，那自然会把手下管理得服服帖帖的。母亲倚重高小姐，在我进府之前呢，府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由高小姐负责，各处当差的也都是高小姐一手安排。可如今这府里没有章法，秩序混乱，随便谁都可以在主子门前进进出出的。我想问这个问题，高小姐怎么看待？这在郡主进府里之前，府中钟馗可从未出现过纰漏。老爷夫人也是看重我，所以才把管事权交给我。郡主这是什么意思？您在责问我，那意思是也在责问老爷和夫人了？高小姐倒也不必打定了主意在我身上做文章。父亲母亲信任你，可并不代表你的失责就可以一笔带过。当然了，现在追究对错也不如解决问题来的实在。你也知道，公文失窃不宜声张，不宜报官，可是这府衙追查下来，到时候全都是父亲的失职。哎呀，这还了得！你们所有人都把嘴巴给我闭紧了，知不知道？今天这事谁要是敢透露出去，我就找人牙子把你们全家都给打发了。罗翠花，你少说别人，我的公文在家里都能丢，你这个家怎么当的？啊！李长青，你怎么又说我呀？不是你自己说的，妙容读书多，妙容聪明，凡事让他多管着点。怎么了？现在出事了，郡主生要丢官了，就想起找我的责任来了。你怎么自己不注意一点啊？那这个家是不是你？那本来就是父亲母亲，你们都别着急。要是你们相信我的话，就给我3天时间，到时候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交代。嗯。
那位公子，模样长得真俊俏。老板，老板，再要一个这个，再要个这个，美点呗。哎，你这怎么回事？这么不小心，还不快点一下公子，可不是？没事，我不是公子，跟你一样，我也是女子。就是个女扮男装的，要是个公子该多好啊！就是，人家长得多这么久没回家，怕是又要被娘念叨。别叫了！都给我住手！干嘛呢？我的小祖宗啊！嬷嬷，救救老奴吧！老奴自问这些年在李家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可艰难进出一进门，别将老奴我……你这老太婆需要胡说八道、颠倒黑白。我们郡主为何抓你？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嬷嬷，快起来说话！冬至，冬至，你回来了。妙容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冬至，这位是你的嫂嫂，迦南郡主。你就是小姑吧？我老听你哥说起你，要不我以后叫你东东。田嬷嬷是我的乳母，请问她究竟做错了何事啊？要被郡主逼上绝路？冬至，你怎么能用这么无理的态度跟郡主说话呢？她是郡主，就别说你哥了，连老爷夫人啊，都得对她礼让3分的。以后这郡主说什么、做什么，都得让着她，懂吗？你为了一个乳母婆子就对她大不敬，这要是被你哥知道了，定要教训你不懂礼数的。就算嫂嫂贵为郡主，也不能仗势欺人，草菅人命。小姑，你先别急着判断嘛，等真相大白了再来数落我也不迟。父亲，前些日子你托我调查的书房失窃的事情已经初见眉目，这种种证据表明，田嬷嬷的嫌疑最大。冤枉啊，老奴冤枉啊！这个田婆子在我李府已有数年，无缘无故的跑到我的书房偷什么军报啊？请客。赌坊，田嬷嬷嗜赌成性，是赌坊的常客。她身为一个下人，在府里的俸银每月不超过5两。可是您看看您手中的票据，50两、100两的比比皆是。敢问田嬷嬷，这些银子都从何而来？论知休牧时，奴婢的确见货会到赌坊小赌2把。郡主不能因为我手气好赢了银子，便将偷窃的罪名扣在我头上。田嬷嬷，您不识字不会算数，就不要信口开河。常年赌钱的赌徒都不一定能从赌坊那种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全身而退。您一个内宅仆妇，就凭休牧时小赌2把，就能把您这辈子不吃不喝都攒不起的银子拿到手？您还是说实话吧。要我说呀，这田嬷嬷或许手气旺，百赌百赢也是有的。为了几张这个票据，就把田嬷嬷定为偷盗的窃贼，也未免过于武断。好歹说，她也还是东东的乳母，这么大年纪了，若传出去呢，倒叫别人说我们李家不讲情面。为了郡主的名声着想，这件事情要不就交给我处理吧。母亲，这件事情事关父亲跟李家的前程，您要因小失大吗？郡主，你认定这个田婆子是窃贼，你可否有确凿的证据？
郡主，你认定这个田婆子是窃贼，你可否有确凿的证据？小满，去把人叫来吧。是。不是，奴婢见过老爷、夫人、郡主、小姐。那，我们不是田嬷嬷的养女焦杏吗？在这书房奉茶的那个。这是奴婢。焦杏，将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有郡主在，你不用怕。奴婢自幼父母双亡，孤苦一人，初入府时经常被人欺负刁难。田嬷嬷怜我，她不但替我出头，教训了那些人，她还将我收作养女，处处帮衬，并许诺我以后嫁个好人家。我以为田嬷嬷是真心待我，不曾想她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利用我，窃取府中的财物。焦杏，我把你当女儿一般，你竟如此忘恩负义，你也不怕遭报应？闭嘴！大胆！你继续说。田嬷嬷嗜赌成性，后来赌的次数多了，便只输不赢，欠了一屁股的债。为了弥补这个窟窿，他便趁小姐不在府上，偷偷变卖了小姐房中不少值钱的物件。后来他把事情做得太过，被别人发现，就又另想出了一条出路。外面有不少人愿意花银子来收买咱们府中的情报，他便逼迫我先去老爷书房的公文，以换灵用。你胡说！若我不从，田嬷嬷就要把我嫁给他家中那个傻儿子。真是岂有此理！我李府怎会养出你这种刁奴？除此事，可还有其他的？田嬷嬷，夫人向来对你不薄，你便是用这种方式来回报夫人对你的恩情的。哎呀，要我说呀，你可真是个没良心的！你这么大年纪了，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哎呀，赶紧给我拖下去！是，快呀！快去！起来！夫人，真是李家不幸，真是我李家不幸。要不是今天郡主查出此事，日后肯定要出大祸。妙容啊妙容，府里搞出了这么多事，你真是给我长脸！李伯伯，行了，从今天起，管家之权交由郡主接管，李府风气也该好好的整肃整肃了。郡主真是好手段呀，夺走了掌家大权，想必此刻心里一定很有成就感吧。念着你跟相公自小相伴，我不想与你生出局域，但高小姐最好适可而止，不要一次又一次践踏别人底线。郡主，你杀伐果断，威风八面，我怎么敢在你面前说个不字呢？这么快，你便在府内居于上风了。可哪天要是看我不顺眼，会不会像赶田嬷嬷一样将我赶出门呀？路是自己走的，脸面是自己正的，去留与否，就看你怎么做了。小姐，公子来了。千哥哥，你回来啦。刚刚的事情我知道了，也听到你与我娘子的对话了。我只是没想到人后，你竟用如此的态度来对待郡主。不是这样的，千哥哥，我一直想跟他交好来着，但是郡主他老是处处针对我，提防我。难道不是你教唆失败，恼羞成怒之下找郡主泄愤吗？我怎么敢呢，我看你敢得很。千哥哥，现在蓉儿在你眼里已经变得如此不堪了吗？或许你从前便是这样，只是我从未看清过你。千哥哥，
妙容，哭多伤身。从小到大，钱哥哥他从来没有用这种态度对待过我。他已经成亲了，有了自己想要守护的女人。不，他不是这样子的，他只是暂时被那江宝宁迷住了心窍。早晚有一天，他会知道，谁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子。真不打算把她叫进来啊？我这个妹妹吧，最是死心眼，知道自己乳母的真面目，对她打击也不小。向着自己乳嬷嬷，念着旧情护短，你妹妹是个重感情的孩子。但就是得分清是非，往后要是被有心之人利用，吃亏的可是她自己。是，娘子骂的是，这丫头啊，必须得在外头多站会儿。去把小姐叫进来吧。是。小姐，哎，愣着干什么呢？你嫂嫂有话要对你说，快进来吧。嫂嫂，我错了。今日是我不知礼数冒犯了你，还请你看在我主动承认错误的份上，你就别生我的气了吧。哎呀，我也没有真生气，真的。我呢，从相公那得知，小姑是一个武艺出众、勇为表率的女中豪杰，只是不小心被亲近之人所欺瞒。哎，嫂嫂，我下次不会了。嫂嫂，你真的觉得我是女中豪杰？你不觉得我爱穿男人的衣服怪里怪气的？这哪里怪里怪气的？我以前在宫里的时候，嫂嫂，你怎么能看上我哥呀？他哪配得上你呀？哦，其实我不是自愿的，我是被劫来的。啊？真的？我跟你说，我哥从小就执拗，看准的东西啊必须要到手，吃肉都是咬住了不松口的。没想到他竟敢欺负你。嫂嫂，你等着，我教训他。李谦，我说李东志，哥，再不把你赶出去，等着你在这编排你哥的不是了是吧？出去，出去，别闹！听说你是被劫持了是吧？也不是，你不愿意嫁给我是吧？不是，你给我站着！把话说清楚了。张宝林，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了。是，我今天必须给我交代。哥哥还从未这么笑过呢。看来我有个嫂嫂，也不是什么坏事。这些仆役都是我按照郡主的要求精心挑选的。府里这一下子虽发卖了不少人，可是这些仆役一旦到职，只需教导半日，便能顶得上用处。找董小姐准没错，我这不也是为了在郡主面前好好表现一番吗？郡主，你好好挑一挑，挑中了哪一个，便将他们的名单记录下来。我相信董小姐的选人眼光，能送到我面前的，哪有什么不好的？刚好府里缺人，就都留下吧。好嘞。不得偷盗，不得宅内打斗，不得私自饮酒，不得聚众赌博，各守其责，不得互相推诿，想成有度。5年者，月俸加倍；勤奋而忠心者，10年后得脱奴籍。郡主就是郡主啊，不愧是宫里出来的。我可听说，这郡主重新制定了一套家规，还让家里的每个仆人都要背书。哎，
每隔1个月啊还要进行考核，这考核不过呢，就打发出去，永不录用。你说他弄这些名堂，也不怕给府里添乱吗？哎，今时已经不同往日，我李家已经不是占山为王的土匪了，这必定得制定出一套规矩来，要不然怎么震慑这府里的下人呢？哎，对了，还有你呀，怎么了？别老想着把街上的金银珠宝都往家里头搬，你瞧瞧你头上戴的这些珠宝，你就不怕把你脖子给拧歪了呀？我不怕，怎么着？我乐意，你管不着。哎，你学学人家郡主嘛，我说错什么了呀？那你瞧瞧人家管的家嘛。这些人都挺合我心意的。郡主请安，终于省心了。江南郡主，这些下人的态度未免变得也太快了吧？好歹小姐当初也是他们的半个主子呀，现如今见了面，竟然招呼也不打一声。夫人，这是这个月的折子钱，你收好。妙柔，为何比上个月还多了300两？夫人，除了您应得的那部分，剩下的是我孝敬您的。好孩子。上次呀，咱们的事情差点被那田嬷嬷连累，要不是您当机立断，不然早就败露了。咱们现在的人啊，都被江宝宁扫地出门了。这要是再被李伯伯知道，这咱们财路就断了。你别说了。自从这江宝宁接管家里的钟馗啊，这老爷待我就一天不如一天，天天的夸他聪明机智，倒说我蠢笨如猪。哎，我看这个江宝宁啊，生来就是来克我的。夫人，李伯伯和千哥哥都是男子，哪懂得什么内宅的事情？不过，现在家中亏空的厉害，夫人，您得为整个家做长远打算。眼前收的这些钱，只不过是些小利而已。妙容啊，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生财之道？夫人，您若是信得过我呀，我自有其他办法。信你，你最机灵了。把事情交给你呀，我最放心。谢夫人抬。叔父，妙柔，叔父多年不管府内之事，是因为信任你，没想到你竟勾结府内奴仆私放折子钱。趁老爷还不知情，尽早收手，否则就等着被赶出府去吧。叔父，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并不是出自私利，我都是为了李家好。我知道您现在无法理解我的苦心，您且等着，我一定会用事实证明，我才是帮助李家最大的人。妙柔，你是不是因为大公子娶了郡主，放弃了你，而对郡主心生妒忌啊？叔父，妙容在你心里便是如此没有胸襟之人。您跟了李伯伯这么多年，您知道李伯伯的谋划的。千哥哥才华出众，他怎么可能在秉州这个小鱼池里待一辈子呢？叔父，请您相信我，妙容何时让您失望过呢？你要打地下钱庄的主意，林哥，只有通过地下钱庄，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财富。
林哥，我平时很少求你什么，你也知道，自从郡主主持府政钟馗之后，家里都是他的人，我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限制。再这样下去，偌大的李府都不会有我的一席之地了。叔父是个重情义的人，你担心的事情不会发生的。林哥，这按辈分来算，你才是府中长子。可现在，你却在这儿做着下人的活儿，帮着李伯伯还有堂弟管理事务。难道你真的就这样甘心寄人篱下？其实，妙容觉得，林哥，你是时候为自己的前途谋划一番了。哟，哪来的风筝啊？夫人，小姐，那是小姐。对，小姐，她怎么爬那么高啊？啊，李冬至，你给我下来！娘，你是要把咱们家的房顶给它拆了呀？你快点给我下来，要不然我饶不了你！快点，听到没有？你还敢跑？你别跑！小姐，你快下来啊！站住！你给我回来！你给我下来！快点！你给我站住！你还想往哪跑？哎，我的风筝！本儿，你站住！你看看你打扮这样，娘，我帮你理头发，还不是因为你才弄乱的？你是要累死你娘是不是？我跟你说，马上来人，赶快带她去换女装。是，你这是要累死我你！哎，小姐还敢跑？